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传赖俊介先生所著的《精英男士的超少食法：空腹是最佳能量源》这本书。作者通过科学依据和实际案例，向我们揭示了少食的诸多好处，并颠覆了许多关于饮食的传统观念，让我们重新认识空腹的价值，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，打造一个远离疾病、充满活力的身体，同时提升个人的生产力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优秀的人都吃得很少；第二，实践少食的关键要点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优秀的人都吃得很少。您对少食有什么印象呢？是否认为少吃会影响健康？是否觉得必须多吃才能获得足够的能量？其实事实恰恰相反，不吃反而更有活力。许多成功人士都坚持少食，甚至一天只吃1顿饭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少食有助于长寿。1999年，科学家发现了长寿基因，它会在卡路里摄入减少的情况下被激活，形成保护层，防止基因受损，从而延缓衰老。此外，消化系统的负担减轻后，身体会将能量用于排毒和自我修复，帮助身体恢复健康。少食的其他好处包括增强大脑功能，提高专注力，减少饮食负担，让大脑更清晰，提高精力和体能，避免因消化负担导致的疲劳，节省金钱和时间。少食不仅让你更健康，还能减少饮食成本。少食不仅能让您更有活力，还能促进健康，延缓衰老。让我们一起尝试调整饮食习惯，从今天开始，少吃一点，活力更多。实践1天1餐的人，无一例外都感到头脑更加清晰，记忆力明显恢复。这是因为他们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得到了解毒，那些长期积累的神经毒素被排出了体外。这些毒素主要来源于食物中的添加剂、铅等重金属，以及农药等污染物。通过断食或少食，这些有害物质得以排泄，神经系统得到净化。当大脑中的毒素被清除后，注意力自然更加集中，思维变得敏锐，甚至动态视力也会提升。这就是少食带来的神奇变化。不仅如此，少食还能显著提高男性的精力和女性的生育能力。日本知名医生曾指出，实践1天1餐后，晨勃现象恢复。他强调，晨勃消失可能是疾病的前兆，这通常是由于体内血液循环不畅所导致的。男性身体中最细的动脉是阴茎动脉，而过量摄入糖类如白糖、加工食品会导致血液粘稠，形成微小的凝块，直接影响血流通畅。此外，过量摄入肉类和糖分会使身体呈酸性，导致红血球相互粘连，血液变得粘稠。血流不畅的第一个受害部位就是阴茎，这就是晨勃消失的根本原因。但如果开始少食或断食，血液流动性会大幅改善，血管畅通，晨勃现象也会恢复，进而男性精力充沛，女性的生育能力也会增强。少食不仅带来健康，还能让你省钱省时间。1天1餐不仅能维持身体机能，还能让身材更加匀称紧致，是一种健康又经济的生活方式。过去，人们常说，无论经济状况如何，每天都要吃好3餐，否则身体会垮。但如今研究表明，少食反而更有利于健康。想想看，您不仅减少了食物支出，还省去了买菜、做饭、洗碗的时间。如果您从每天3餐减少到1餐或2餐，每天至少能节省数小时的时间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少食还能缩短睡眠时间。这是因为少食减少了消化系统的负担，胃肠道不再过度疲劳，让您醒来时精力充沛。刚开始尝试少食可能会有些不适，但只要坚持一段时间，身体就会适应。许多尝试者都发现，少食后精力更加充沛，身体感觉更轻盈。如果你也想体验这种变化，不妨逐步减少食量，让身体自然适应少食的节奏。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在实践少食，
他们都表示自己的睡眠时间变短了。此外，他们普遍觉得头脑变得更加清晰，专注力也有所提升。我每天都会大量阅读书籍，并且不断撰写文章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食。说的直白一点，如果每天吃3餐，我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。减少食物摄入不仅不会增加开销，反而还能节省开支。因此，我建议大家尝试减少食量，看看这种方式是否适合自己。而且，如果您发现少食真的适合自己，可能就再也回不去1天3餐的生活了。尝试是免费的，不妨试试看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实践少食的关键要点。我将为大家讲解实行少食时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。首先，我们先列举一下这些要点。不要勉强自己，不要在一餐中暴饮暴食，理解好转反应，摄取营养丰富的食物。接下来我会逐一进行简单的说明。第1点，不要勉强自己。在少食或断食的实践中，不吃早餐通常是基本原则。然而，对于习惯于大量进食的人来说，如果突然减少食量，可能会出现头晕、手抖等情况。这种现象被称为低血糖休克，是因为血糖水平急剧下降导致的。这类人往往已经处于糖尿病体质，平时血糖较高，但如果突然不吃早餐，血糖骤降，就容易进入休克状态。如果您属于这种体质，千万不要一下子停止早餐，而是应该先将早餐的量减少1半，然后花大约1个月的时间逐步适应不吃早餐的生活。总之，少食要循序渐进，不要勉强自己，以轻松的心态进行才是关键。第2点，不要在一餐中暴饮暴食。有些人在尝试1天1餐的饮食方式时，可能会觉得既然只吃1餐，那这一餐就要吃个痛快。但这样做是绝对不可取的。一次性摄入过量食物会给胃肠带来极大的负担。如果您的胃已经习惯了1天只工作1次，突然在这一餐中大量进食，胃肠会难以消化，导致消化不良。因此，即便选择1天1餐的方式，也应该控制食量，做到腹8分饱，不要让自己吃得过度。第3点，理解好转反应。在减少食物摄入、断食或进行热量限制的过程中，细胞和组织内积累的毒素可能会通过血液排出体外，这个过程就叫好转反应。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但可能会出现头痛、头晕、恶心等症状。一般来说，体内毒素积累越多，好转反应就越强烈。毒素排出时，身体会暂时呈现酸性状态，导致这些不适症状。如果事先不了解这一点，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少食会损害健康，从而中途放弃。但事实上，这些不适是身体调整的正常现象。只要熬过这段时期，身体状态反而会变得更好。因此，在开始少食前，要有心理准备，知道最初可能会有短暂的不适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少食对身体有害。第4点，摄取营养丰富的食物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实行少食时，必须保证摄取足够的营养。如果1天只吃1餐，而这一餐却是像麦当劳这样的垃圾食品，那么不仅不会有益健康，反而可能导致营养不良。因此，减少进食次数的同时，必须保证食物的质量，比如多吃蔬菜，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多吃鱼类，补充优质蛋白和 Omega-3。有些人可能平时因为节省开支，每天吃3餐泡面或便宜的快餐，但如果减少进食次数，就能省下一部分钱，那么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更优质的食材。减少食量不等于牺牲营养，相反，我们应该用更少的食物，获取更丰富的营养，这样才能在少食的同时，真正提升健康。合理调整饮食结构，才能在保持精力充沛的同时，真正实现健康与活力的双赢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
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